有请节目主持人赵春。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接下来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老师，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，欢迎左老师；陆老师，欢迎陆老师；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，欢迎莎娜老师；涂老师，欢迎涂老师。来了解一下今天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们在一起1年半，他是那种自我意识很强的人，明明我各方面做的已经还算可以了，他还是会一直说我不好，而且他经常一生气就会玩失踪，让我很难接受。他总说我任性，我觉得真正任性的人是他。为了吓我，他总是做出一些极端的事。这种相爱相杀的模式让我看不到未来。我今天来到这节目，就希望他可以少任性一些，平时多多理解我。我今天来也希望可以弄明白，我们的恋情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到底是谁身上出了错？究竟是谁错了呢？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小邹23岁，来自江西学生；小邓22岁，来自江西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好像都看到了对方身上的缺点，是吧？我们先让男生说，好不好？说人家任性是吧？对，怎么任性呢？你就像他嘛，就经常，像生活中很多事情呢，他都自己决定啊，然后就不跟我商量啊，啥事儿还要跟你商量呢？就比如说他有时候去做兼职之类的，你说做兼职就做兼职了，但他有时候就都不提前跟我讲一声。兼职嘛，他自己的事儿，干嘛跟你讲一声？因为有时候是去外地啊，哦，都是那种要去提前去过夜的啊，要讲都不跟我讲，然后这就直接去了。哦，为啥不跟人说一声呢？因为是那个活动要的比较急，而且他说有这个安全问题吧，我感觉也是他考虑多了。因为那个时候我们2个女孩子住在一起，也不是说我一个人住那里，也不会有什么安全问题。但是你至少作为另外一半，你是不是应该跟人说一声？我觉得基本的尊重，我要出去做一份什么样的工作，要告诉你。行，就算任性吧。还有别的吗？还有啊，你像也是做事儿啊。他总说我不上进了，然后他说让我陪他一起做兼职了啊。上次有一次嘛，本来就是人家就像那种影楼了，人家说拍情侣写真啊。我当时正好家里要出去旅游，然后本来说的好好的，说我等我旅游回来以后呢，就跟我去拍的。然后我旅游旅的一半，他就突然跟我讲，说他跟别的男的去拍了。哦，拍情侣写真啊？对啊，情侣写真，这是为啥呀？就那天嘛，那个活动本来是定好了别人的，就那天摄影师他跟我发微信说，他们那个女模特突然有事情，问我能不能帮他这个忙去替一下。然后我就想吧，那也行啊，那我也没什么事儿干，就去帮一个忙。你像这个了，情侣写真了，他是跟别的男的拍，他觉得这是工作，跟我讲没有关系，他让我信他。那同样是异性呢，你像我微信里面，如果我有异性好友的话呢，他都会给我删掉。然后本来我平时都不怎么找人家异性聊天的，他都有时候就不通过允许，看哪个不顺眼的就直接删掉。那个还不是因为你吧？那天我在你旁边，然后你在那里一直刷动态，就好几个女生老爱发自己的自拍，那你看就看吧，那你给别人点赞干什么呀？跟我点赞还不就是尊重一下人家动态吗？你像有时候就是那样直接这样刷上去了，然后看着就点下赞。你像我有时候发动态，包括你发自拍，别人也会给你点赞呀。那你点赞不就是在赞美她的美貌吗？你就觉得她很漂亮，哪里不高兴了呀？根本就不是啊！而且你像上次那个了，你就说那个学姐，我有一个学姐嘛，然后她就不知道怎么就给她删掉了，然后因为在学校里面嘛，就我跟她一个社团的嘛，然后呢，她上次有事就找我，让我就是有任务要让我做，然后找不到我，就发现她被我删掉了，然后还要通过别人来重新加回我，你说我多尴尬呀！那个学姐上次有一次就国庆节，她陪学姐去逛庙会，被我知道了，
他没有跟我去逛过呢，你带他去，我就觉得很难。那次不是放假了，因为我本地的嘛，然后他们到我们这上学了，他们就不回家，然后就在群里面问了，就说有谁就能带着出去玩一下。然后当时正好是我本地的呀，他就找我呀，我就不带他去了一下。那么多本地的，怎么就轮到你呢？当时群里确实只有我一个本地的，而且当时他妹妹也去了呀，他带着他妹妹一起去的。你还拖家带口啊？怎么拖家带口？那不证明我清白吗？你想想看，如果是跟他去约会的话，怎么可能带他妹妹呢？哎呀，所以你觉得人家任性，人家觉得还很有道理。听到现在删微信这件事儿是做的有点过分了，你可以说他呀，你说你这样是不行的，你不要删别人的东西嘛，不太好，对不对？没别的事儿了吧？那我们就说下，肯定有啊。还有哈，有。你说一般女生生气呗，就闹一闹了。她倒好，她生气就二话不说就直接就失踪。就大家小时候都玩过那躲猫猫嘛，捉迷藏嘛。你说咱这么大的人了，就好好的生气，就走在大街上，突然一下人就不见了，该我就得找啊。前街后巷找不到，那么多人呢，打电话也不接。你说他经常这样搞，那不是任性吗？这个我来说吧。那次是我跟他去逛街，然后我看一个衣服还挺好看的，我就试穿问他好不好看，他就一直在我旁边玩手机，就根本就没有想回答我的问题。后来回去的一路上我都很不高兴，他也没有发现，然后我就想着吧，我想惩罚他一下，我就躲起来，然后让他着急。顽皮嘛我就是想惩罚他。可是你就说这个吧，这你跑1次2次就算了了，那为什么我说他任性呢？因为他不止1次跑，而且1次比1次严重啊！你上次有一次我们出去玩嘛，就坐电梯上去了，我就前脚刚出电梯，他在我后面嘛，我回身一看人就没了，我看楼层那里也没人呢，我就看电梯数字往下蹦，我心想那就下去了咯，但我也不能在上面等电梯呗，我就直接后面有个应急通道嘛，我就直接冲下去了，18楼，18层楼，我直接冲下去了。就一开始我们去的路上，他男生嘛就比我高，所以走得比我快，他就走得好快，我就有点跟不上他，他也不太等我。然后我们坐电梯到那一层之后，他也不牵着我手出去，他就自己一个人就出去了，我就很生气，然后我就有一个念头，随便按了一个楼层，想再躲起来。所以男生觉得这是女生所有的任性，是吧？对啊，他这就很折磨我，因为他处理事情方式就是这样，不讲理，然后也不跟我商量之类的。你算诉完苦了吧？还有没有？暂时没了。来，女生好像对男生也是一肚子意见啊，说你的意见。就他吧，他老说我任性，他自己做事情也很极端啊。就比如说那次吧，我跟他2个人因为一点小事吵架，然后他就突然就躺在马路旁边了。你干过这事儿？躺在路上？心脏病犯了？没啊。那为啥躺路上了？那还是因为他先跑啊。那次他又跑，然后我找不到他，又追了10来20分钟才在前面找到他。那我说你跑，你不顾我感受，你愿意跑，那我就不走了。你不走就站那儿嘛，干嘛躺地上呢？那我要气他呀。行，你做的确实比他升级，他的升级版比他还厉害啊！行，躺那儿了，还有什么事儿，姑娘？那后来他也答应了我，再也不这样做了，因为他那次一躺就吓到我了，对我影响挺大的。吓到你？对，就当时好多人都围过来看，就说这男孩怎么了？因为我跟他在一起，肯定问我这男孩怎么了，是不是生病了呀？需不需要帮忙报警啊？我就很难堪，弄得我压力也很大。然后他就答应我吧，说下次再也不会这么做了。小男生哦。那后来吧，我跟他去哈尔滨旅游的时候，我们又一言不合吵架了。他就跟我说，他要往雪地中间去躺。躺没躺？被我拉住了。咋没躺啊？吓他们，我又不是真想躺，那雪里多冷呢。你看，就是撒泼打滚呗。还做过其他的不这样的极端的事儿吗？还是他只要一极端就往地上躺？后来倒是很少做了，他也答应我了，但是我就觉得他就这么会这么干，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又这么干啊？行，他没话，我有话。还有，刚才不是问你有没有话，你说你没话了吗？刚才被气了，想不来了。行，你接着说啊。你像每人都会过生日了，是吧？
那我跟他在一起之后，我第一个生日，我等一天，你就别说生日礼物了，更别说他跟我过了，一句生日快乐也没跟我讲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气呗。你就气啊？就躺地上了？我没躺地上啊。我那回就同学要跟我过生日嘛，他不过，自然有人跟我过了。啊。然后人家都跟我。学姐吗？不是学姐啊，室友啊。然后就，人家当时就有酒嘛，然后我就拍下来，我就发给他，我就说我要把这一瓶都喝下去，他不让我喝。我怎么能让他喝呢？那多危险呀！那万一喝了进医院怎么办呀？哦，那你为啥没给人过生日呢？这男生心眼这么大的，你为什么不给他过生日呢？那因为他生日那天是周3嘛，那一天有一整天的满的课，我们是异地恋，就没法去他那个地方陪他过生日。哦，不是一个城市谈恋爱？不是。哦，那还这么闹腾？本来见面的时间就少，你们看来一见面就闹腾啊？这都说完了吧？没啊，还有啊？有第一个就有第二个。你说第一次吧，他说没时间。去年生日，他说，要带我去买衣服当生日礼物，到现在衣服也没买呢。他那次生日吧，就正好跟我一个很重要的考试撞上了，都在备考，就没有时间给你挑。后来为什么不买呢？是因为我感觉就已经离你生日那天有段时间了，就感觉没有那个意义了。哦，就没有去挑。然后你做了啥？我还能做啥？但他每次都以时间为借口。那谁都有没时间的时候，那他每次生日我都提前准备，有礼物是吧？那还到处今年到这儿玩，明年到那儿玩，所以你心里不平衡。对啊，我不平衡，我觉得他就没把我放心上嘛。啊，那你有时间你都干嘛去了呢？你还老是打游戏打到凌晨5点，每天不学无术的。那还不是因为你跟我吵架？我每次熬夜都因为你跟我吵架，那我晚上也生气，我也睡不着啊，我总得找点事儿干了。你老这样不学无术的，让我对我们未来也没有什么把握啊。你对未来没把握，我对未来也没把握啊。我们也都快毕业了，是吧？那毕业以后，那按那个传统的话，如果要继续谈的话，可能要见家长了，是吧？那我也带他见过我家长啊，他经常到我家去，我家出去吃饭嘛，我也会带他一起去。那他从来就不好意思把我介绍给他家长一样。而且我们俩其实是家里住得很近，是同一个小区的2栋楼。这1年半，他也从来没跟他家长的都没提过。那你还不清楚吗？你老打游戏，然后你也不出去找点事做，也不去考证什么的，你老这样不学无术，你让我怎么有信心介绍给我父母呢？那可是我对你挺好啊！你看他刚刚也说我们异地恋吧，他说没时间给我过生日，我们异地恋就临市嘛，路上要2、3个小时车，我每个周末基本上都会去看他。有时候他上午说想吃火锅，我下午就直接去了。那我去2、3个小时，回来2、3个小时，我自己也要赶着上课啊。而且你像他一开始说我不支持他工作，到后来我也改了呀。到后来他工作的时候嘛，他早出晚归，有时候我也送他呀。我起得比他还早，睡得比他还晚，就不这么抱怨了，好吧？一个男人，我问几个问题吧。2个人是不在一个城市读书是吧？是。怎么好上的呀？我们是初中的同学，他是转校生。就同了1年的学，初3那年。那后来因为那个时候都没有手机，然后就失去了联系啊。然后到大学的时候，大1的时候就恢复了联系。咋恢复上的呢？就发现他在我们那个班群里面还是有发言的哦，就想起他了，就想问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啊。那你们等于都是初恋喽？我是，他不是。以前谈过恋爱？谈过。哦，行，这没什么嘛，谈过就谈过好了。好了，今天来的目的，男生是要干嘛？男生，我觉得他经常争对错，也不争对错，我觉得他你要干嘛？得改一改啊。改啥？他这些任性啊之类的，然后又不理解我啊？咋理解你？就我对他好，他要知道啊。哦，行，要了解，还要把你带给他爸妈，是吧？对。好，女生今天来干啥？他以后不要那么极端的解决问题了，会吓到我，这样对你自己也不好。你说改，你得真正的改呀，要让我看到行动上的改，而且希望你以后能够上进一点。女生现在她这么多你不满意的，最不满意她哪一条啊？你最在意她什么？最在意2点吧。你要最在意只能在意1点，最还能，我最在意2点，只能1点，最在意的。
那他就上进一点吧，其他的我就包容他，跟他一起改。行，男生你最在意他什么？想让他改什么？我就希望他就不要老看不到我对他好了。哦，男生是说你要在乎我的感受，对，他在乎我感受。女生说，哎，你能不能积极努力一些？你会发现现在的这个情侣吵架跟过去吵不一样了。现在情侣为那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吵得不可开交，而且你发现男生啊，现在这个小情绪有时候比女生还厉害。你们看看怎么办吧？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二位好，在我看来，你们在彼此相互的折磨过程当中获得被爱的尊荣感，就是什么呢？你因为我而痛，我因此而爽，啊，就互相折磨啊，然后其实内心特别爽，特别开心。你们两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互动状态，在我看来，特别般配啊。这边一言不合我就跑，那边你跑，哎，你跑我就倒下，开始嘿打滚喽。我刚才描述的这个场景像什么？特别像我儿子干的事儿。我儿子今年2岁了，啊，你不给他吃糖，他就往地上一躺，啊这样，然后你又不给他吃糖，他就跟你生气，转身就走开。那作为家长的我们怎么办呢？如果他走开，在家里我是不管的，在外面我会把他抓回来，然后跟他讲道理啊，你这个怎么样，我跟他沟通，你糖吃多了牙疼什么什么，我跟他讲道理。如果他躺在地上打滚，不管在家里还是外面，我都是不管的，而且我会离他远一点。为什么？我嫌丢人呀。他看没有大人管他，他自己会起来的。你们两个的行为像不像孩子？幼稚不幼稚？说到底，你们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是沟通不当。有事儿你就说呀，你跑什么跑呢？我们通常来讲，情侣之间有误会要吵架，我们就先第一次沟通，解决不了，第2次我们发脾气，对吗？第3次我们再采取一些激烈的行为，不能什么事儿只要我不满意，电梯里给我玩大变活人就消失了。我刚以为说一回头人没了变魔术呢，在这儿，对吗？男生更是多大了今年23，还好意思说，像2岁半还23，往地上一躺，旁边阿姨叔叔在坐着一看，哎呦，你需不需要报警？哎，丢人不丢人啊？所以我觉得年轻人谈恋爱，只要你们自己心里高兴，爱怎么玩怎么玩，我听起来就跟打情骂俏似的。但是要注意你们的沟通方式，处理问题的方式，比如说删人家微信这事儿绝不能做，这样做是绝不可取的。其他没什么，祝你们幸福。你们这种恋爱的方式叫撒娇式的恋爱，不只是女的对男的撒娇，男的对女的也是撒娇，你们是双向的撒娇式的恋爱。那么这个撒娇式恋爱，你们主要呈现以下3个特点啊。第一个呢，叫我做的不对，但是呢你也做的不对，所以你千万别说我做的不对，是吧？刚才你是这么说的吧？对，这个事情是我做的不对，但是呢你你不求上进啊，是吧？所以你就别来说我了，这是第一点。第2点叫什么呢？我要用你心疼我的情绪来让你屈服。你看你怎么让他屈服？我失踪，你找不着我了，你担心我吧，让他心疼你。你也是啊，我喝酒，我躺雪地里面，让你心疼我呀。用这种方式让对方屈服，这是第2个特点。第3个特点呢，叫沟通的主要方式是抱怨。就你们2个人之间沟通的主要方式是抱怨。啊，我说对不对？这3点。对。撒娇式的谈恋爱会很痛苦。痛苦在什么地方？就是你们明明是用尽全力，却偏偏是要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来让对方担心。作为过来人，给你们唯一的意见很简单，4个字，叫感同身受。感同身受对方的感受是什么？你去感受一下他收不到生日礼物的那个情绪是什么。
你去感受一下，你和别的男生拍照的时候，他的情绪是什么？你也去感受一下，你管他的时候，他的情绪是什么？所有的时刻，所有的当下，当你要发作，要让对方屈服的时候，请你们先多去感受一下，多站在对方的那个立场上去想一下，我那个时候的体会是什么。当你能够感受到对方了，你就成长，就这样。我跟陆老师的观点很相同，但是我是从你们两个人的这个各自的这个角度出发的。你们两个人都是特别以自我为中心的那样的人，然后呢，两个人在干一件什么事儿呢？在干一件证明谁比谁更爱谁一些。就是我希望用一个方式来证明，哎，你要更爱我，然后呢，对方也是，我也希望用一个方式来证明你更爱我。反正就是用这种互虐的方式，然后呢，还彼此不尊重对方，彼此对对方不满，但其实两个人都各自半斤八两。你要求他改的地方，你有吗？你要求他上进，你上进吗？你要求他知足，感受到你对他的好，你自己有吗？所以就是你们不要双标准待人，要让对方改的地方的时候，想想自己在这方面身上有没有欠缺和不足。自己如果先做到了，再去让对方改，别自己还就这样了，你凭什么让对方改呀？所以我觉得你们没有尊重彼此，没有尊重这段恋爱的话，那我们也没什么好劝的，对不对？好吧，谢谢你们。你知道你们的行为叫什么吗？这就叫做用破坏的方式去建设，用自毁的方式去绑架。你不是觉得我让你丢面子吗？哎，我偏要这样。有一些事儿啊，偶尔做做是挺可爱。你比如说我谈恋爱那会儿，我老婆特别喜欢抱电线杆子，现在我女儿也特别喜欢抱那桌腿子。就你只要是不依着她，她就抱桌腿子。但这些事情偶尔为之是很可爱的，但是时间一旦多了，这事件就会上升。现在她是突然躺在雪地里，你是突然玩失踪，用这种报复的方式来裹挟对方，那么将来就有可能用更加升级的方式，比如说，你不是不许我这样吗？我偏偏要跟别人暧昧，来让你难受。时间一长，没劲。我们还千万不要认为撒娇是女人的专利，其实男人要是撒起娇来，比女人更厉害。比如说，他就是这种方式。所以说，偶尔为之的一些事情很萌、很可爱，但是如果这些事情随着你们年龄的增长，还使用这种老的方式的话，其实让人挺讨厌。而且你们俩年纪呢，其实也确实不小了。所以以后不要用一种让对方难堪的方式要挟对方，让对方来顺从自己。你希望他成熟，其实他希望的也是你成熟。我们能不能大部分情况下用一种呵护对方、为对方付出的方式，而不是用一种要挟的方式让对方来顺从？长此以往就一点意思都没有。你想想看，你们将来也会老的，你们也会逐渐长大，差不多就得了。不要装疯卖傻，咱们稍微成熟一点谈恋爱，就这样。我就谈一个小感受啊，如果是你的同学，不是普通同学，关系挺亲近的同学，给你过了生日，就算好朋友吧。等你好朋友过生日的时候，你会不会给你好朋友过生日呢？会。那为什么到你男朋友就不会呢？因为男朋友是亲人。现在就是在这个恋爱阶段的时候，就开始摆出了你是我亲人，所以我就可以对你这样。你们想，你们对彼此做的这些事儿，即使是对于一个普通的朋友，我相信你们都做不出来。为什么面对最亲昵的那个人的时候，却做出来了？爱人之间，有的时候也需要有点小虚伪。听懂了吗，小伙子？接下来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表白吧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你像吧，我觉得我们
在一起这么久了，然后呢，认识时间也不短，我也确实是放不下你，我也想一直都对你好，但是真的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一直这样，很任性，然后不理解我的感受。你像我对你的好，你有时候你还要反过来说我是不好。我觉得你老让我改，我从头到尾都改了很多。那我听老师们还有主持人说，我觉得你也确实是要改的地方。如果我说的不听，我看你会不会考虑一下他们的感受？那你总说我任性吧，你自己做事情也不对呀。你说你为我改变，我也没有看到有什么实际上的行动啊。所以说，一个方式一旦养成之后，掰过来真的挺难的啊。行了，现在请2位打开爱的记忆箱，来，请开箱。看看各自放的记忆是什么。女生给介绍一下，你那个记忆箱里放的是什么呀？里面是一个永生花和一个耳钉。永生花是去年他给我买的，他就说希望我们的感情能像永生花一样长长久久。然后那个耳钉是在哈尔滨旅游的时候买的，刚刚也说了，在哈尔滨的时候发生了那样的事情，就旅途有点不太愉快，就感觉冬天吧就像一个魔咒一样，这个冬天我们又来到了这个地方，感觉让我有一点担心，我们还能不能走过这个坎？哦，行，男生放的是什么？那是一个就我们去年520的时候，我买的一个情侣之间的100事的东西，就里面有很多，比如说出去旅游啊，以及看烟花呀之类的事情。然后它每个事情呢，就是如果你做过，都要写下来，里面会有印章，然后要按下各自的手印，然后按成一个爱心的形状。我们应该已经做了差不多有1半左右了，但是因为最近出这么多事情，然后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，我就不知道后面的1半的事情还能不能跟他一起完成。我突然有点理解男生了，就他们拿出这个记忆的时候，我发现在这个记忆当中，似乎在这段感情当中，男生推动的还是比较多的，比女生多。你发现了吗？就是买什么样的东西啊，仪式感的各种东西都是男生在做，而女生在这个层面是没有的。所以我想跟女生说一句话啊，就是在爱情当中感受别人给予你的爱，并且把这种感受有效的回馈给对方，也是一种能力。你需要好好反思一下，我们不论对错。谢谢2位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啊。来，请关门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观看本期的完整内容。来吧，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就知道是爱，不能因为有天真的话，发现你正在将爱一点点说出来。哦哦，快乐又伤害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爱就好好爱，别再作了啊！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有一个就是天使，我哪里还需要别的愿望？好了，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请看。我俩情况挺相似的，都离过婚，年纪都这么大了，在一起呢，互相有个照应。但是呢，他对我计较太多。我对他和他的家人都掏心掏肺的，可他跟他儿子从来都不拿我当一家人，我感觉挺心寒的。才在一起1年多，他就什么都想要，从来都不理解我。
还总说我不是。我跟他在一块儿，连名分也没有，什么对我都有所保留，他就没想跟我好好处。掌声有请这对，有请。李先生51岁，来自河北个体；何女士48岁，来自河北售货员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今天谁要来的？我要来的。要来干嘛？我俩在一起相处1年多了，提出来了要和我分手啊，所以来这儿来调解。你不想分哈？不想分。咋认识的呀？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。哦，朋友介绍认识的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，这是我追的他。追了多久啊？追了2、3个月吧。啊，就好了是吧？这不突然间提出要和我分手吗？哦，行。为啥要分手啊？因为他一开始跟我承诺的挺好的啊，但是后来吧，就是说认识1年多了，以前说都不算数。行，咱们说他以前给您承诺过些什么吧，又没做的。就是在我们认识有半年多的时候吧，啊，那时候我就看他花钱挺大的，我就说他，我说你呀，整天的出去喝酒打牌，我说你老这样也不行啊。你本身咱们老了怎么办呢？我说多存点钱。完了那时候他是答应说让我帮他管着钱，后来了我说不行，你就把卡放在这儿，但是等着用的时候再给你，他就不愿意。哦，答应让人管钱，又不让人管了，是这意思不？为啥？我是一个做包工的，上边有老板哦，有事我得应酬哦，下有工人我也得应酬哦。咋了？不是您说这干嘛呀？这不是他总说我不给他钱吗？人家不是说不给人钱，人家是说您曾经答应说家里的钱让人管，您才不让人管。我都为了我在外头花销大，所以没给他。哦，能理解吗？能理解，我也跟他说了，我说你省着点用，你就是说应酬也没必要天天出去吃喝吧。你再说你整天出去打牌。你就是应酬也是1个月出去几次就行了，也不用天天的呀。行，听明白了。还承诺您什么了？没兑现。第二就是这不是我们没真正在一起呢吗？就是他那个有套房子自己住，我有时候就过去给他收拾收拾屋，做做饭什么的。后来了他就说，他说不行你就搬过来住吧，他说这样2头跑也挺累的。我说搬过来也行。但是没名没分的，我说不行，咱们就结婚呗。我说结婚也不需要大操大办的。我说结了婚，在房产证上填上我名字，他也不愿意。我那个房子是给我儿子留的。但是呢，我让他过去一块住的目的呢，都是俩人大伙过日子，有啥事呢互相有个照应。但是呢，我儿子呢也不同意我再婚。我俩呢必然是相处刚1年多。我的意思就是呢，再相处2年。那不同意你可以别搞啊，你可以听你儿子的呀。那必然我跟你刚相处1年多。你跟我相处1年多，那你当初你怎么承诺的呀？我这不说吗？再相处2年，写上你的名字也可以。你相处2年，我都这么大年龄了，我还总跟你啥呀？也拖不起的意思是吧？对呀。行。这是第2个矛盾焦点，我要跟你结婚，你不同意娶我。反正通过这些事儿，我就感觉他对我也不是真心的，就想找一个帮他做饭、洗衣服什么的。他还承诺过您什么？或者你们还有什么矛盾和冲突吗？剩下就是关于孩子吧，因为我们2个不都有孩子吗？你像我儿子吧，也是这么大年龄了，就是在家待着也没啥事儿呢，没正经的工作。您儿子多大呀？28了。28岁了啊。我说的不行，就是他不是做装修的吗？我说不行，你就带他吧。他也不愿意。这为啥呀？我那工作又苦又累，还有技术含量。我包工程的时候都有这个工期的限制，一到抢工期的时候呢，没黑没白的这么干。人家孩子愿意吃苦挣钱，跟着您。现在我感觉现在的孩子们他受不了这个苦，所以呢，那你也没让他试，你就知道他受不了这个苦。我连我的家人跟亲戚我都不带。所以你也不带他的孩子是吧？
行，你亲戚跟我儿子不一样，因为你毕竟想跟我过日子。那我怕有事到哪儿都不好说。你怕你有事儿，我是工人你既然想跟我结婚，你就应该把我儿子当自己的孩子那么看，对吧？我不嫌你管得严。啊，这个当妈的倒是豁达啊。这个还有什么事儿他答应您就又没办，或者你让您心里过意不去、不舒服的，就不想跟他再交往下去了呢？就是我儿子这不也没有对象呢吗？哦，他儿子毕竟在那个厂子上班，认识人也多。我说不行，你就帮他介绍个对象，这样他结婚了，我不也省心了吗？啊，完了跟他说了几次吧，倒是帮着介绍了，就是我不喜欢那种化浓妆的，就感觉就是说一个吧，只要是说不用长得太好看，只要是能持家过日子就行，稳稳当当的。啊，这也不影响你们俩的感情，说这事儿干嘛？我知道，就是说我跟他说了几次了，他也不怎么管。哦，就对您儿子的婚事他不上心，是吧？因为如果说你想跟我结婚的话，毕竟说我必须得把我儿子安置好了，我才能走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当妈的想得深远。您怎么回事啊？他跟我说这事了，我跟我儿子说了，我儿子在他们单位通过他们同事给他说了一个呢，他看不上人家，没办法，我在我的工地食堂有一个做饭的姑娘，我感觉挺好，这我跟他说给他找一个婆家，他说行，这我都给他儿子介绍了，这回他又看不上。哦，就您介绍的或者你们家介绍的，他都看不上，这不怪您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挺委屈的。不是看不上，你就是说你给找吧，应该给找一个差不多的，你看看我儿子，再看看他，是吧？对比一下。上次都是因为化浓妆，你知道我不喜欢这个，你还给介绍这样的。现在年轻人他不都花吗？对，您觉得不上心？有不化的呀。对，还有什么事儿又让你伤心了呢？哎呀，这个恋爱谈的哈，还有吗？就是，你像他不是干装修的吗？啊。就是我姐买个房子，我姐买房子就想我处这对象不是搞装修的吗？就是说让他帮着装一下，就是想省点钱，再装的好点儿。啊。我说行，跟他说了几次，他都不是心甘情愿的答应。妈，我给你装了，你给装了，装了，因为我姐吧觉得找家人装的挺放心的吧，也不怎么去，就是干了将近1个月了吧，过去看看，到那儿一看呢，买的材料什么的，干的活啊都不行，完了，一生气不用他装了。啊，咋回事儿？当时啊。工地上活多，我忙，我这工人也下不来，我也下不来，所以呢，我通过朋友给他招了一波，但是呢，啥事我都交代好了，这就让他们干去了。那咋还给人轰出来了呢？这干了段时间，人家工人回来了，这回找我，跟我要工钱啊，他们这轰出来了，也没给我信儿，工钱也没给人家。那还咋给工钱呢？你说干那活都给返工了，都给拆了，自己又重新装的。拆了轰出来，你得给我个信儿了。那你找别人装，你咋不说呢？他不是说让你给装吗？你不是亲口答应的吗？我找别人我也交代好了，我没说我没事去，我工地上你交代好了，还能干出那样活来？哎呀，这个恋爱谈的怎么就是没有花前月下呢？这个像我们这年龄了，因为我找一个就是想找一个务实。对，理解务实，就是想找一个这个工钱轰出来了啊，也没给我信儿，工钱也没开啊，工人找我去了，没法了，我得给人家开工钱打人情，啊，到现在呢，他姐1分钱也没给我啊，搭了钱搭了人情还没落好，对呀，啊，他生活里对您大方吗？对您好吗？对我呀，反正花个100、200的吧，还行，只是大的钱我也没用他花过呀。哦。主要就是啥呀？就感觉通过这几件事吧，感觉他们吧对我们娘俩也不是说想成为一家人那样。哦，是吗？我没那意思，啊。但是你感觉那你没这意思，那你办得出来的这些事儿，可都是这个意思。这我的事儿有那谁体谅我呀？我看你这意思，看着我有房，我能挣点钱。对吧？你的图西，那我可不是就我没房，我可不是就找一个有房的呗？因为我也不是20多岁小姑娘是吧？我已经都50岁了，我肯定是找一个。也没说是房本人不信的面，等再处处那不跟你说了吗？再说当初给咱们介绍的时候不就说吗？
说你有房。他因为咱们接触的时间不还是比较短嘛，我感觉。哎，行，明白了。另外，总感觉是我有房，年收入不低是吧？就是这个。但呢，有一次我报工程，工程报完了，但是跟老板算账没算来，工人的工资都得我开啊。这事谁能了解我呀？是，我挣钱也不易。是啊，所以双方的这个心理差异和差距就出来了。您是想找一棵在老年生活当中可以依靠的大树，对吧？是不是这意思啊？您是希望找一个在未来的这个老年生活当中能够互相搀扶着、体谅您的这么一个伴侣，对吧？人家要找大树，那您是大树吗？不是，那您还对吧？事儿不就是这么个事儿嘛？我相信我们这年轻人已经看明白了，观众肯定看得也挺通透的。大家对于到了这个岁数，我们未来的生活应该怎么去过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？这个日子通过什么得来？让他们给你们讲讲。这个情感当中，你们都有学习和提升的地方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李先生和女士哈，二位好。像您二位的这个年纪啊，通常来讲，在进入到一段感情，都会遇到3方面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经济的问题，第二个问题就是孩子的问题，第3个问题就是信任的问题。其实你们二位这3个问题全部都遇到了，对吧？您二位，我说的直白一点哈，大哥看上大姐长得好看，对吗？大姐看上大哥有一定的经济能力，对吗？哎，现在我们来说说大哥，您主要就是不信任嘛，我才跟你处了1年，万一你这怎么着了，我回头怎么跟我儿子交代，对不对？回头再来个什么人财两空的，你是不是就这么想的？对。你看，大姐您的问题，我不是说这个要管钱啊，要房产证，这是您的个人选择，我不去做判断对和错。但是呢，咱稍微要的有点多，比如说哈，给您儿子介绍女朋友，您就看不上，但人不是没介绍啊。给您姐姐家装修房子，您觉得装的不好，但人不是没去装呀。所以我说，其实您挺难伺候的。大哥，不是我说，这个您伺候不了。那我也喜欢他呀。你就喜欢这样的，你喜欢这样，你不给人家呀，人现在不干了。你们俩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互相信任的问题。就再婚夫妻可能多少都会遇到这个事儿，经济上的相处模式是最根源的问题。通常来讲，我们给出的建议就是之前的财产、债务各自承担，之后的日子、财务我们共享、共担、共有，这才能够走下去。当然，每一个家庭又有属于自己的个例。而你们2个人如果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经济相处模式，是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的。祝每一位幸福，谢谢。中老年人谈恋爱，你们应该只能算中年啊。中老年人谈恋爱就结婚啊，也不都这样，也有谈恋爱的。我真见过60、70岁恋爱谈的特别。我是觉得到这岁数反而更应该谈恋爱。对，因为你们先不谈恋爱，结啥婚呢？就没什么意思可结嘛。这大哥直接上来我就想找个人搭伙过日子。什么叫搭伙过日子嘛？就你们俩相处了1年，连点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相处出来，为什么？急功近利。我也不懂啊，就为什么也离过1次婚了。到这年纪还那么急功近利。如果任何一个婚姻也好，恋爱也好，结合也好，到最后形不成任何一点的信任和默契的话，那么这件事情就不要进行下去。那其实很简单嘛，你现在也在赚钱，我看那个大姐现在也不是完全没有经济基础，婚后你们再买个小的嘛，是不是？你出一点，多出一点，大姐这边少出一点，
再买个小的，你们俩住，那个房子就给他儿子了，本身就是人家以前的，多大点事儿啊，是吧？还是因为防着对方，不防着对方，什么事都可以谈了嘛，是吧？如果你心里面真的觉得我不是完全看重那钱，我确实也看着你老实，对我也好，我说什么你也听，你看着他不完全是为了你漂亮，是吧？我觉得你这个人确实适合当老婆，我愿意跟你建立信任基础啊。好，你的担心我给你解决，你的担心我给你解决，不就好谈了吗？信任是谈出来的，信任不是防出来的，就这样。李先生和女士，你们好。从外表上来说，您别生气啊，你俩一点都不配。所以这就造成了一种不对等、不平等的关系。就因为这个，造成了何女士无比的优越感。就是因为我看起来已经能找你，所以你要办以下几件事情：一，房本上写我名字；二，给我儿子找一个媳妇儿；然后三，带着我儿子工作。就这些条件，你先满足了我，然后我们俩再谈我们俩的事儿。放下您的优越感。如果您要不放下这个优越感的话，不能跟他平等的去对话的话，你想从他那儿掏一点东西出来是不可能的。他也有优越感，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？哎呀，我就年轻漂亮点了，我有钱，我有房啊，所以都是放下你们身上的那种优越感，我们平等的对话。已经到这个年纪了，已经到我们说是为了找伴儿，或者说更多的是找一个相互依靠取暖的人在一起过日子了，为什么还要把自己放在那样的位置上呢？再一个，两个人都太以目的为导向了，一个是要房，一个是找一个漂亮的。目的性太强的话，你一下就让对方看破你是带目的而来的，谁还有真心呀？即使我们现在是半路夫妻，或者是重组家庭，或者已经到这个年纪再去寻找真爱，咱也还稍微留一点对美好生活、对美好爱情的向往。当你们如果把真心掏出来，放下优越感，好好的审视一下对面的那个人，是不是我能够取暖的那个人，这样日子才能越过越幸福，好吧？祝你们各自想得明白啊，谢谢。你说一粗糙的男人突然要找一精致的女人，那怎么可能呢？带出去有面子，对吧？好，即便是你想找一个精致的女人，中年谈一段恋爱，你得付出成本。你一方面又不想付出成本，又想要面子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说是不是？我说实在的，当你站在那儿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是吃过苦、受过累的男人。所以你应该找的是那种能够跟你一起吃苦，能够体谅你，能够心疼你的女人。这种女人适合你的生活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男人怎么看也不像那么回事儿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现在呢，高不成低不就，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那只能忽略他本身，去找一个条件还不错的男人。所以其实你也难受。所以啊，要你们俩都想通，在这段婚姻当中，各自都把对方当成一个平凡的自我来对待，其实挺难的。你也知道，这些年来带孩子也不容易。那索性就让我们把形式上的东西都抛下。如果真的要在一起好好过日子，对方愿意给你什么，心甘情愿的愿意娶你，或者把生活当中的东西都给你，那是别人自愿的，而不应该自己提要求。最后谈不拢，那岂不是更丢面子吗？所以与其我来说，你们俩不如散了，散了还好一些。其实说句实在话，想想过去单独带儿子过日子的那种生活，其实还相对内心平静一些。好歹我内心我是有骨气的，我一个人带着孩子，我把孩子也已经带大了，
我算是有成就感。那为什么要在自己生活当中硬塞进一个其实不那么适合的人？也许在最开始你们彼此之间是同病相怜，但是明显每个人对于婚姻的标准是不一样。你结过了一次婚之后，你还不知道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男人，所以形式上的东西都扔了吧，不如闭着眼睛想一想，对方的那颗心是不是能够陪伴自己，共同的度过下半辈子的沧桑，共同享受幸福。彼此之间还是负点责任，好吗？就这样。情感上的事儿我就不再说了，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跟您说几句吧。这一个人呐，特别是一个男人啊，只有自己经历过风雨才能成长。您要是天天都护在身边，他永远长不大。您不可能一辈子给一个男人安排他所有的生活，娶妻、生子、房子，那应该是他自己干的事儿。您现在所有的困扰，这根本不在这儿。说白了，不就那儿子吗？介绍对象也好，找工作也好，唯一的一件事儿，你看房子其实也考虑儿子了，写我的名字吧，那我儿子肯定就有一半嘛，哪里是问自己要的嘛？那姐姐那个事儿，你办砸办在哪儿啊？孤儿寡母，好不容易有个人出来给撑把腰，长个面子，结果这面子没长，还折那儿了。这是唯一他为自己办的一件事儿，其他跟你要的都是为儿子，所以这事儿特简单。第一，回家让儿子独立起来；第二，你要真看上他身上某一些地方了，除了我说的钱乱七八糟那些地方，你们坦诚的再交流交流。您啊，现在就是应了那个词儿，叫扮猪吃老虎，别得了便宜又卖乖了。自己好好的想想吧，真诚面对彼此吧，一起进深情60秒。我希望在这个平台挽回你的心，以后呢，咱俩在一起好好过日子，有啥事儿咱俩商量着办。以前这事儿我都跟你商量过，但是你从来都没听过我的。也许是在外人眼里，或者在你眼里，认为我是看重你的钱，或者是看重你的房子。但是相处1年多了，我想你应该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。我对你儿子跟你什么样，你自己心里也清楚。我就是想找一个安全感的，以后能有个家的生活。反正我感觉对你也不错呀。行，最后补一句啊，在我们眼里，您不是说纯粹是图所谓他的钱和房子的，我们没有这意思，就是这段情感当中还是有一部分真情的，我们可没否定你们的真情那一部分啊。好了，现在请我们的嘉宾一起打开爱的记忆箱，请开箱。来，看看吧。您那记忆里面是什么呀？给的什么呀？那是我俩认识这么长时间，他送给我买的最贵的东西。哦，还回去啊。还给他。那个呢？这啥意思啊？这是啊，我知道他喜欢首饰，以前呢总是让我给他买镯子，始终呢也没买。今天呢，为了挽回他的心，表达我一点心意，我都特意给他买了一只镯子。哎呦，他要不提这你还不买呢是吧？行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来吧，看看这对嘉宾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怕与怕，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。来，好不好？
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。算了吧，我付出过什么没？就尊重他的选择，好不好？这次吧，我都是他喜欢的东西为买了，这是挽回他的心啊。我也没成想到他离开。您就真觉得人家就要一镯子的，人跟你交往还是有真情的，你付出真情了吗？他可说了一句话，我对你们爷俩怎么样，你心里有数。但是你想想他前面说你什么，天天去打牌，那你什么时候陪他呢？每天去应酬，看起来说的是钱，这时间你有给他吗？好好反思一下吧。谢谢您，请回。就当作我太麻烦，不停让自己受伤，我告诉我自己。好了，祝这对中年的情侣各自安好，找到属于他们自己想要的幸福。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4位老师给我们做的精彩的分享，谢谢他们。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